陈景琛用筷子敲了敲碗沿，从明天开始，咱们 AA 制。那声响在安静的饭厅里格外刺耳。怀孕7个月的林念初夹菜的手停在半空，她抬起头，看着自己结婚3年的丈夫。陈母往儿子碗里夹了块红烧肉，陈父低头扒饭。林念初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问：什么 AA 制？就是家里所有开销，从房贷、物业、水电、燃气到买菜做饭日常消费，全部一人一半。你怀孕这几个月没上班，之前存的工资也该拿出来分担了。陈景琛说的理所当然。林念初觉得肚子一阵发紧，她放下筷子，手按上隆起的腹部。孩子踢了她一下。我怀孕7个月了。她说：怀孕又不是生病，又不是我让你非要怀。陈景琛头也没抬，继续扒饭。再说了，孩子是2个人的，凭什么我一个人养家？林念初看向公婆，陈母低头喝汤，陈父把1粒米从桌上捡起来放进嘴里，全家没人吭声。林念初忽然就笑了。结婚3年，她辞掉设计院的工作，跟陈景琛来了这座城市。怀孕前，她在一家小公司做设计，工资不高，但每个月全数交给家用。陈景琛的工资她从来没过问过，现在她要 AA 制。好，林念初端起碗，把碗里剩下的半碗饭吃完。既然 AA， 那从今晚开始，这顿饭我吃了多少，我算给你。她站起来。你干嘛去？陈景琛问。回房间算账。他转身走进卧室，关上门，靠在门板上。他摸了摸脖子上那枚旧银锁片，那是他在孤儿院时唯一的东西，背面刻着一个模糊的林字。从小到大，他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，被领养后，养父母也没给过他太多温暖。他以为嫁给陈景琛就有了家。手机响了，是闺蜜宋瑶的消息。念初，你老公今天和方依然在星巴克喝咖啡，我拍到了，你看不看？林念初点开图片，陈景琛和一个年轻女人坐在角落，2杯咖啡中间，他的手搭在对方手背上。第2张图，2个人一起走出咖啡厅，陈景琛的手搂着女人的腰。林念初把手机屏幕按灭，肚子里的孩子又踢了一下。他没哭，他打开手机银行，看了一眼余额，32400块，这是他所有的存款。他退出银行 app， 打开了一个投稿邮箱。3个月前，他用匿名账号投了一组珠宝设计稿参加锦兰杯设计大赛，至今没有回音。他关掉手机，躺到床上，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，从墙角一直延伸到灯座旁边。他盯着那道裂缝想，明天他要一个人去医院做产检。第2天早上6点，林念初从床上坐起来的时候，陈景琛那边的被子是凉的。他看了一眼手机，微信里有他凌晨1点发的消息：加班不回了。他没回复。洗漱完，他从柜子里拿出产检手册，装进包里，出了门。公交车上人很多，没人给他让座。他扶着杆子站了40分钟到市妇幼保健院挂号排队抽血 B 超。 B 超室里，医生把探头按在他肚子上，屏幕上出现一个小小的人形。胎位正，发育良好。家属呢？没来。医生多看了他一眼，没再说什么。林念初拿着报告单从 B 超室出来，走廊的长椅上坐满了孕妇，每个人身边都有人陪。他找了个角落站着，翻看报告。手机响了，是个陌生号码。请问是林念初女士吗？我是。这里是锦兰杯设计大赛组委会，您的参赛作品破晓系列入围了决赛，请您本周5前到锦兰集团总部领取决赛通知书，并参加现场答辩。林念初握着手机的手紧了紧。请问一共多少人入围？全国1700份参赛稿线，入围决赛的有8位。他挂掉电话，站在医院走廊里，周围全是婴儿的哭声和家属的说笑声。入围了。他低头看了看自己圆滚滚的肚子，他拨了宋瑶的电话。瑶瑶，你方便吗？你说。我想请你帮我查一个人，方怡然，在景琛公司上班。电话那头沉默了2秒。先查清楚再说。行。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林念初捏住手里的产检报告，报告边角被他捏出了褶皱。锦兰杯入围了。什么？入围了？林念初你牛啊！那可是珠宝设计界的天花板比赛。周5要去答辩。去，必须去。钱的事儿你别操心，不够我给你。挂了电话，林念初坐上回家的公交车。到家的时候，陈母正在客厅看电视。产检怎么样？挺好的。陈母换了个台。景琛说的 AA 的事儿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他就是最近压力大，公司效益不好。妈，景琛昨晚几点回来的？我睡得早，没注意。他没回来。年轻人嘛，应酬多。林念初不再说话，回了卧室。他打开衣柜，从最里面翻出一个旧铁盒子，盒子里有他从孤儿院带出来的银锁片，一张泛黄的纸条，上面写着他被送到孤儿院那天的日期和一句话：等我来接你。没有人来接他。他把盒子放回去，打开电脑，开始修改决赛要用的设计稿。晚上8点。陈景琛回来了，他在客厅喊他：念初，这个月房贷你那份转了没有？他从房间走出来。我今天去产检花了600。产检是你自己的事儿，房贷12000，你转6000过来。我的银行卡余额你想看吗？不用看，你之前上班攒了不少。公平起见。林念初站在他面前，
看着他头顶的发旋。好，我转。他转身回房间，赚了6000块，余额变成26400。他看着这个数字想，够了。周五早上，林念初穿了一件宽松的黑色连衣裙，把头发扎了个低马尾，肚子太大。他在镜子前侧过身，觉得自己像一只企鹅。出门的时候，陈景琛在吃早餐。去哪儿？办点事儿。他没多解释，打了辆车直奔锦兰集团总部。锦兰集团，国内顶级珠宝品牌，总部大楼46层，全玻璃幕墙，在阳光下亮得扎眼。林念初在前台登记的时候，旁边站着其他7位入围选手，清一色的年轻人，西装革履，有2个背着奢侈品包，没有人挺着7个月的大肚子。前台小姐看了他2眼。林念初，破晓系列。是。请到32楼会议室。电梯里，一个戴眼镜的男选手上下打量他。你也是参赛的？哪个公司的？个人参赛。男人没再说话，但嘴角的弧度什么都说了。32楼会议室，评委席坐了5个人，林念初抽到第6个答辩。前5个选手各有来头，有知名设计工作室的，有海归设计师，有老牌珠宝公司送选的精英。轮到他的时候，他挺着肚子走上台。评委席最中间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，穿深灰色中山装，脊背挺直。他不认识他，但他看到他的第一眼，端着茶杯的手停了一下。林念初接上投影，开始讲解他的破晓系列。这组设计的核心理念是裂痕美学。他翻到第1页，一枚戒指的设计图，金属表面有刻意保留的断裂纹路，裂缝里镶着碎钻，在光照下折射出不规则的光芒。不完美的东西不需要被修复，它本身就是答案。会议室安静了几秒，一个女评委开口：你的工艺实现方案呢？这种不规则断裂纹路的良品率不会超过30%，62%。林念初调出下一页。我做过实验，用可控微爆差技术在金属定型阶段制造裂纹，再用真空镶嵌法填入碎钻。这是我的实验数据。那个花白头发的老人放下茶杯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林念初。老人盯着他看了很久。你脖子上戴的是什么？林念初下意识摸了一下领口，银锁片的链子漏了一截。一个旧东西。老人点了点头，没再追问。答辩结束，林念初坐回等候区。戴眼镜的男选手凑过来。讲得不错，不过这种比赛最后还是看背景的，你懂的。林念初没理他。下午2点，结果出来了。破晓系列全场最高分第1名。工作人员递给他一个信封。林女士，恭喜您获得决赛冠军，奖金20万元。另外，锦兰集团想跟您谈一份设计合作合同。20万。他的手抖了一下。戴眼镜男人站在旁边，脸上的表情很精彩。林念初把信封收好，坐电梯下楼。电梯在20层停了一下，进来一个男人，高瘦，黑色衬衫。几个月了？7个月。一个人来的？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过来。顾深，锦兰集团投资部，你是今天的冠军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在32楼的监控室看了全程答辩直播。他说你的设计很有意思。电梯到了1楼，门开了，顾深侧身让他先出去。林女士，合作的事儿可以随时联系我。林念初把名片装进包里，走出了锦兰大楼。阳光很烈，他站在台阶上给宋瑶发了条消息：第1名，奖金20万。宋瑶秒回：今晚我请你吃火锅。林念初把手机收起来，叫了辆车回家。车上他收到陈景琛的微信：今晚有饭局，不回来吃了。他没回复。到家的时候，陈母在厨房做饭，陈父在阳台浇花，没有人问他去了哪里。他回到卧室，把信封里的获奖证书和合同意向书锁进了铁盒子里，跟那个银锁片放在一起。手机上有一条未读邮件，来自锦兰杯组委会。林念初女士，锦兰集团创始人林老先生希望与您单独会面，请问您方便的时间？林念初盯着林老先生3个字看了很久。锦兰集团创始人姓林，我也姓林。他摇了摇头，回复邮件下周1下午，然后关了手机睡觉。周6上午，宋瑶来了，他是念初大学同学，现在是一家律所的律师，做事利落，说话更利落。2个人坐在小区门口的奶茶店里，宋瑶把一个文件袋推到他面前。宋瑶翻开第1页，是方怡然的基本信息。方怡然，26岁，去年入职陈景琛公司市场部专员。查到的情况，他跟景琛的关系不是最近才开始的。林念初端着一杯热牛奶，没说话。你怀孕第3个月开始的，4个月了。方怡然与陈景琛私情已久，近日常以身体不适为由请假，2人私下往来频繁。林念初看着照片上陈景琛揽着方怡然腰的手，觉得胃里翻了一下。林念初把牛奶放下，手指无意识地搅着吸管。瑶瑶，我想搬出去，想好了？想好了。宋瑶看着他，搬我那里去？我那套房子2室1厅，离医院近。我付房租。你跟我客气什么？我付。林念初看着他，我不想再欠任何人。宋瑶看了他几秒钟，点头。行，1500一个月，朋友家。谢谢。
下午，趁陈景琛不在家，林念初收拾了自己的东西，不多，2个行李箱，1个背包、衣服、产检资料、电脑、铁盒子。陈母站在卧室门口看着他收拾。念初，你这是干嘛？搬出去住。闹什么脾气？景琛就是说话不好听。林念初拉上行李箱的拉链，直起腰。妈，景琛在外面有人了。陈母脸上的表情僵了一瞬，是僵了一瞬，不是惊讶。林念初看懂了。您知道？陈母张了张嘴。什么知不知道的年轻人？您知道他在外面有女人，还让他回来跟我提 AA 制。陈母不说话了。陈父从阳台走进来。念初，有话好好说，一家人。陈叔，我肚子里有你们陈家的孩子。林念初指了指自己的肚子。这7个月，我没吃过一顿好，产检都是自己去。你儿子在外面和别的女人有私情，你们一个字不说。现在我要搬走，你们倒有话了。客厅里安静了3秒，陈父坐回沙发上，拿起遥控器开了电视。陈母退了2步，转身回了厨房。林念初拎着行李箱出门，电梯里他给陈景琛发了条微信：我搬出去了，东西都带走了。陈景琛10分钟后回了一个字：哦，然后又发了一条：房贷记得转。林念初看着这条消息，删掉了整个对话。宋瑶开车来接他，帮他把行李搬上楼。房子不大，但干净，阳光从客厅窗户照进来，暖融融的。宋瑶给他铺好床，从冰箱里端出一锅鸡汤。今早炖的，你喝点儿。林念初坐在餐桌前，喝了一口汤，咸度刚好。他忽然红了眼眶。你哭啥？离开那种人，该高兴。林念初擦了一下眼角。我没哭，汤太烫了。宋瑶笑了一声。那你慢点喝。晚上，林念初把电脑架在床上，打开锦兰集团发来的合同意向书。合同条款很详细，担任锦兰旗下新品牌初见的首席设计师，年薪50万，签约3年，另有销售分成。50万。他上一份工作的年薪是8万。他把合同从头到尾看了3遍，标记了几个需要修改的条款，给顾深发了封邮件。顾深很快回复，这些条款可以谈，周一见面聊。他回复好，关了电脑。他躺在床上，手放在肚子上，孩子在里面翻了个身。他小声说：就我们2个了，妈妈会撑住的。周一下午，林念初到了锦兰集团，前台认出了他。林女士，顾总在38楼等您。38楼是投资部，顾深的办公室不大，但收拾得很利落，墙上挂着几幅抽象画，书架上全是商业和设计类的书。他站起来给他倒了杯水。坐，你的修改意见我看了，大部分没问题。他把合同翻到第3页。分成比例你想要8%，集团这边最多给到6%。7%。6.5%。成交。顾深笑了一下，伸出手。合作愉快。林念初跟他握了手。还有个事儿。顾深收起合同。林老先生让我问你，今天方不方便见个面？就是锦兰创始人。对，他今天在46楼。林念初想了想，可以。46楼董事长办公室。门推开的瞬间，林念初看到那个花白头发的老人站在窗前，背对着他。办公桌上放着一张照片，照片里是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一个婴儿，女人笑得很温柔。老人转过身来，坐吧。林念初在沙发上坐下，老人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了，背依然挺得笔直。我叫林崇山。我知道林老先生。你今年多大？28。哪里人？我是孤儿，在海城孤儿院长大的。林崇山端着茶杯的手停了一下。海城？他重复了一遍。3岁被收养，养父母在我16岁时出了车祸，之后我就一直一个人。你脖子上的银锁片能让我看看吗？林念初迟疑了一下，把银锁片从领口拿出来，老旧的银锁片，正面刻着祥云纹路，背面是一个模糊的林字。林崇山接过去，翻到背面，手指摩挲着那个林字，他的手在微微发抖。这个你从哪里得来的？孤儿院说是跟我一起被送来的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信息。林崇山把锁片还给他，坐回椅子上，沉默了很久。林念初，你这个名字是孤儿院取的还是收养人取的？孤儿院取的，说我被送来时身上别着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念出2个字。林崇山闭了一下眼。好，设计合同的事儿你好好做，有什么需要直接找顾深。林念初觉得他好像还有什么话要说，但他没说。他起身告辞，走到门口的时候，林崇山在身后说了一句：念初是个好名字。他回头看了他一眼，老人坐在窗前，阳光照在他脸上，有一瞬间，他觉得他的眼眶是红的。从锦兰出来，林念初坐上出租车，手机响了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林念初，我是方怡然。林念初靠在车座上，看着窗外闪过的建筑。有事儿？咱们见个面吧，我们之间有些事当面说比较好。你想说什么？关于景琛。方怡然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林念初很熟悉的语气，得意。
但试图伪装成无辜。有些事儿你该知道。他又给宋瑶发了条消息，方怡然约我见面。宋瑶秒回，我陪你去。念初回复，不用，我自己来。宋瑶，你怀孕7个月。念初，所以我坐着就行，不用动手。方怡然3点10分才来，故意迟到。她穿着一条白色碎花裙，化了精致的妆，踩着8厘米的高跟鞋，走到林念初对面坐下的时候，刻意把包放在桌上最显眼的位置。你就是念初姐？他叫她姐。有什么话直说。林念初端着杯子，没抬眼。方怡然笑了一下，把手机推到桌子中间。念初姐，这些你看看，不是我要给你看的，是景琛他说过要跟你离婚的，知道吗？林念初扫了一眼屏幕。景琛说等孩子生了就离，还说你跟他家合不来。林念初把手机推回去。看完了。方怡然歪着头。看完了。念初姐，我只是觉得你应该知道真相，与其被蒙在鼓里。你今天来找我，是想让我主动离婚？方怡然顿了一下。我是替你着想，替我着想。林念初重复了一下这4个字，然后点了点头。好，那我也替你着想一下。他从包里拿出手机，调出宋瑶发给他的文件，翻到方怡然的个人信息那页。方怡然，去年3月份入职，试用期转正分数是 C， 在留与不留的边缘线上。转正报告上签字的人是陈景琛。你去年5月份交过一次房租的质押金，7月份信用卡逾期，9月份你前男友在你公司门口堵过你一次，被保安赶走。方怡然的脸一点一点白了。你查我？你在跟陈景婷在一起之前，有没有查过他？林念初喝了一口热可可。他月薪12000，房贷要还6000，车贷2300，他连家用都要跟怀孕的老婆 AA。你觉得他能给你什么？方怡然嘴唇哆嗦了一下。他跟我说的不是这样的。他跟你说什么了？说他家有钱，说他马上升职，说离了婚就娶你。方怡然不说话了。方怡然，你跟他在一起的这4个月，他给你花过多少钱？方怡然垂下头，手指绞着裙摆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他回头看了一眼，方怡然还坐在那里，低着头，肩膀在抖。林念初收回视线，推门出去，风从商场的大门灌进来。7月份的风是热的，他在路边站了一会儿，手机响了，是顾深。林女士，合作法务审核通过了，周4可以签约。另外，林老先生让我转告你，他希望你能抽空做一次 DNA 检测。林念初拿着手机愣了。DNA 检测？对，他没有多解释，只说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费用集团出。为什么？他没说，但他的原话是，如果他不愿意，就不勉强。林念初捏着手机，想起林崇山看他银锁片时发抖的手。我考虑一下。好，不着急。周4签约很顺利，合同白纸黑字，年薪50万加6.5%的分成。签完合同从锦兰出来，林念初在楼下碰见了一个不想碰见的人，陈景琛。他从一辆出租车上下来，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，后面跟着一个中年男人，2个人差点撞上。陈景琛先愣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林念初看了一眼他身后的中年男人，西装革履，胸前别着一枚锦兰集团的徽章。你也来锦兰？他反问。公司让我来送个合作方案。陈景琛扫了一眼他手里的文件袋。你拿的什么？合同。什么合同？我跟锦兰签了设计合作。陈景琛盯着他看了2秒，然后笑了，那种你别开玩笑的笑。你跟锦兰？念初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做白日梦了？锦兰是什么级别的公司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的设计师哪个不是海归名校？林女士，身后传来声音，是顾深从大楼里走出来，手里拿着2瓶水。他走到林念初身边，递了1瓶给他。忘了给你拿水了，大热天注意别中暑。然后他看向陈景琛，这位是我老公。林念初说，暂时的。顾深礼貌性的笑了一下。顾深，锦兰集团投资部。林女士是我们初见品牌的首席设计师，以后要多多合作。陈景琛的手僵在半空。首席设计师？顾深收回手。对，看了一眼陈景琛身后的中年男人。老周，你带的客人。那个中年男人赶紧上前。顾总，这是跟我们谈印刷包装合作的陈先生。顾深点了下头。林女士，我先上去了，下周设计方案的初稿你发我邮箱就行。好。顾深转身走了，陈景琛站在原地，表情来回变了几个颜色。你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你都没跟我说过。你也没跟我说过方逸然的事儿。陈景琛脸上的表情定住了。谁跟你乱讲的？不重要。林念初把水拧开，喝了一口。你说的 AA 制我同意了，搬出去也搬了，你还想怎样？你搬出去住我不拦你，但你是陈家的人，你不能在外乱来。什么叫乱来？你跟那个顾什么深的？他是我的上司，我在工作。林念初看着他，陈景琛，你是不是搞反了什么？
陈景琛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。林念初侧身让开路，你的合作方案赶紧去送吧，别耽误正事。他走到路边打了辆车，上车之前他回头看了一眼，陈景琛还站在锦兰大楼门口，手里的文件袋皱巴巴的，是他自己攥的。车开出去2个路口，他收到陈景琛的微信：陈景琛，我们谈谈。他没回。陈景琛，你搞清楚，你怀的是陈家的孩子。他还是没回。陈景琛，你别做让你后悔的事。他把他的对话框设了免打扰。搬到宋瑶那里第10天，林念初的日子过得前所未有的清静。早上起来画设计稿，下午去产检或者跟锦兰的工艺师沟通打样，晚上宋瑶回来，2个人一起做饭。初见品牌第一批6件作品的设计稿已经完成了4件，工艺师反馈说可行性非常高。这天傍晚，林念初在客厅的桌子上铺开图纸，修改第5件作品的细节。门铃响了，宋瑶还没回来，他走到门口看猫眼，是陈母。他打开门，陈母手里提着一袋水果，脸上带着少见的笑。念初，我来看看你。进来坐。陈母进屋，四处看了看。这房子不大，你一个人住着也挤。够住了。陈母把水果放在桌上，坐下来，拉着林念初的手。念初啊，你跟景琛闹别扭的事儿我都知道了。年轻人嘛，磕磕绊绊很正常。你看你这大肚子，一个人在外面住多不方便，要不还是搬回来？妈，我想问您一件事儿。你说啊。方怡然，您知道多久了？陈母的笑卡住了。什么方？就是外面那个人，您知道多久了？陈母松开他的手。念初，男人在外面应酬4个月，从我怀孕第3个月开始。妈，这叫应酬吗？林念初的声音很平静。陈母嘴唇动了动。那也不至于分开住。你想想肚子里的孩子。我每天都在想肚子里的孩子。林念初说。但我也在想，我要给孩子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妈妈？是能靠自己站着的妈妈。陈母沉默了好一会儿。念初，景琛他现在公司效益不好，他压力大。那他的压力要通过这些来释放。你别揪着这事儿不放了，我今天来是跟你好好说的。你看你现在也签了公司了，也能赚钱了，你就搬回家住吧。林念初打断他。妈，您是不是听景琛说我签了公司的事情？陈母的眼神闪了一下。什么合同不合同的，我就是想让你回家。年薪多少他跟您说了吗？陈母不说话了。50万。林念初说。加分成。陈母的眼睛亮了一瞬，随即又压下去。那不是更好吗？一家人在一起，你赚的多了，家里生活也好。妈，我赚的钱不是用来补贴您儿子乱七八糟开销的。陈母的脸彻底拉了下来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您心里清楚。林念初站起来，走到门口把门打开。水果留下，您回去吧。陈母坐着不动。林念初，你别忘了，你肚子里是陈家的骨肉，是我的孩子。我姓林，孩子跟谁姓还没定。陈母的脸白了，她站起来，拎着包往外走。路过林念初身边的时候，说了一句：“你别太过分了。”您也是。门关上，林念初靠在门板上，肚子里的孩子动了动，他低头看着隆起的腹部。你妈我今天帅不帅？肚子里踢了一下，他当作是回答。签约锦兰后第2周，初见品牌的第一批样品出来了，6件珠宝，3枚戒指，1条项链，1对耳坠，每一件都带着林念初标志性的裂纹美学设计。金属表面不规则的断裂纹路里嵌着碎钻，在灯光下折射出不同角度的光。样品送到顾深办公室的时候，他把6件东西一字排开在桌面上，看了很久。林念初坐在对面，比设计图还好看，工艺师的手法很好，比我预期的良品率还高了10个百分点。顾深把样品装进专用盒子。林老爷子要看，他让我问你 DNA 检测的事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林念初揉了一下脖子上的银锁片。顾深，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我做这个检测吗？顾深看了他一会儿，放下盒子。我知道一些，但他没授权我说。那我问你一个问题。你说。林冲山有过丢失的孩子吗？顾深的表情没变。你去做检测，所有答案自然会有。他说，如果你想提前知道，我只能告诉你，28年前，林冲山的小儿子林志远的女儿在医院出生后失踪。林念初攥着银锁片的手收紧了。失踪？婴儿出生第2天在医院被抱走，至今未找到。28年前。你今年28。林念初靠在椅背上，大脑快速运转。银锁片，林字，孤儿院，念出2个字的纸条。林崇山看他时发抖的手。顾深。在。预约检测吧。检测安排在第2天上午。林念初到医院的时候，林崇山已经在了。老人穿着一件灰色的衬衫，站在走廊里，见到他来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点了点头。抽血很快，
5分钟，护士说结果3天后出，出了才显示林崇山走在他旁边，脚步很慢，像是在刻意配合她怀孕走路慢的节奏。念初，你养父母待你好不好？一般，他们自己有亲生孩子，我是多出来的。后来呢？后来他们出了车祸，我16岁，自己打工念完了高中和大学。林崇山停下脚步。28年。他低声说了3个字，他没说别的，但林念初看到。他背过身去擦了一下眼睛，从医院出来，林念初在门口碰见了陈景琛，他站在医院大门口，双手插着口袋，看到他就走过来。你跟谁去医院的？跟你无关。林念初，你是不是跟那个姓顾的一起？你在跟踪我？你老公关心你不行。陈景琛，你什么时候把方依然删了，再来跟我说你关心我？陈景琛的脸一阵红一阵白。那是工作关系。不回家是工作。谁跟你说的？不重要。林念初往路边走，我要打车了。陈景琛一把拉住他的手臂，林念初低头看着他抓着自己手臂的手，松手。你先说清楚，你跟那个顾深到底什么关系？说了，上司，我在锦兰工作。你一个怀孕的女人跑去跟一个单身男人。陈景琛，林念初抬起头，直视他的眼睛。你现在没有资格管我。陈景琛的手慢慢松开了，他说：“你会后悔的。”我已经后悔了。后悔嫁给你。林念初拦了辆出租车，他上了车，关上门，车开出去。他从后视镜里看到陈景琛还站在医院门口，手机响了，是宋瑶发来的一条消息。念初，我查到一个信息，陈景琛他爸陈国栋28年前在海城第一医院当过保安。林念初看着这条消息，手指发凉。海城第一医院，28年前，那是他出生的年份，也是林崇山的孙女失踪的地方。林念初回到家里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想了一整夜。陈国栋28年前在海城第一医院当保安，林志远的女儿28年前在海城第一医院失踪，她今年28岁，在海城孤儿院长大，身上有一枚刻着林字的银锁片。这些巧合放在一起，指向一个他不敢想的方向。第二天早上，他给宋瑶打电话：“瑶瑶，帮我再查一件事，陈国同28年前从海城第一医院离职的时间点和离职之后的去向。”你怀疑什么？我不确定，但我需要知道。我今天就查。上午他去济南开会，顾深把初见品牌的上市计划摊在桌上。第一批6件珠宝定在2个月后上市，配合品牌发布会。发布会你要出席。顾深说：“我那时候可能已经生完了。”更好，到时候你以首席设计师的身份亮相。林念初点头。开完会出来，他在电梯口碰见了一个女人，30多岁，穿着一套考究的米色套装，锁骨上挂着一串明显价格不菲的珍珠项链。女人看到他，脚步停了一下。你就是新签的那个设计师？我是林念初。你是？沈静雯，锦兰集团产品部总监。他上下打量了林念初一眼。听说你是个人投稿选出来的，没有任何背景。对。沈静雯笑了一下，那笑里没什么善意。初见品牌是我提的方案，本来首席设计师的位置应该是我们部门的人来做，不知道你走了什么路子，直接空降了。锦兰杯全国第1名，算道子吗？沈静雯脸色变了一瞬。比赛和实际做品牌是2回事，那就用产品说话。电梯来了，2个人一起进去，全程沉默。下午，宋瑶打来电话，查到了，陈国栋，1996年3月从海城第一医院离职，离职原因个人辞职。离职后1个月，他从海城搬到了江城，落户在陈家村。3个月后跟现在的老婆登记结婚。96年3月。对。你知道林崇山的孙女是什么时候失踪的吗？什么时候？1996年2月28日。林念初握着手机，指尖冰凉。陈国栋在婴儿失踪后2天离职，1个月后离开海城。还有，宋瑶的声音更低了。查到陈国栋离开海城之前，银行账户里突然多了一笔钱，5万块。 96年的5万块。对，那时候的5万块能买海城半套房子，一个保安的月工资才400块。林念初闭上眼。瑶瑶，你帮我保密。等检测结果。3天后，结果出来了。顾深亲自把报告送到他住处，他站在门口，把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他。我没看，你自己看。林念初拿着信封，手指在封口处停了3秒。他拆开1页纸，亲缘关系鉴定报告，送检样本1，林崇山；送检样本2，林念初。亲缘关系结论：祖孙关系成立，置信度99.97%。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。顾深没有催他，安静地站在门口。我是他孙女。他说。
我找了28年的家。林老先生也找了28年。顾深说，林念初把报告折好装回信封，按在胸口。顾深，先别告诉他。为什么？我要先弄清楚一件事。他的眼神冷下来。28年前，谁把我从医院抱走的？陈景琛又来了，这次他不是一个人来的，陈父陈母都来了，3个人站在宋瑶家门口，陈母手里提着保温桶，陈父手里拿着一袋婴儿衣服。林念初把门打开，没让他们进来。什么事？陈母先开口，声音比上次软了很多。念初啊，我们来看看你，鸡汤你尝尝。妈，有话直说。陈景琛从陈母身后站出来。念初，我想跟你好好谈谈，回家吧。陈景琛，你和方依然的事处理了吗？处理了，断了。微信删了？删了。电话拉黑了？没有拉黑，毕竟还是同事。那就是没处理完。念初，你别这么极端。行，我问你第2个问题 ，AA 制还搞不搞？陈母抢着说，不搞了，不搞了，以后家里开销景散全包。景琛说的。林念初看着陈景琛，陈景琛咬了咬牙，不搞了。第3个问题，陈叔，你年轻的时候在海城第一医院当过保安，对吧？陈父的表情肉眼可见的变了，从局促变成了惊慌。什么医院的？海城第一医院，1996年，你在那儿干了2年，2月底辞职的。啊？陈景琛皱眉，你问这干嘛？随便问问。林念初盯着陈父的眼睛，陈父嘴唇哆嗦了一下。太久了，记不清了。那5万块钱呢？也记不清了。陈父的脸一下子灰了。陈景琛看看他爸，又看看林念初。什么5万块？什么意思？林念初没有继续追问。鸡汤放下吧，人就不请进来了。他把门关上，门外安静了10几秒，然后传来陈景琛的声音：爸，他说的5万块是什么意思？别问了，回家说。脚步声远去了。林念初站在门后，手按在肚子上，孩子在里面翻了个身。他拿出手机给宋瑶发消息。陈国栋的表情告诉我，他知道点什么。宋瑶回：需要我继续深挖吗？念初挖，从那5万块的来源查。他又给顾深发了一条消息：我准备好见林老先生了。顾深秒回：明天46楼。当天晚上，陈景琛给他发了一条很长的微信，大意是：你翻旧账没有意义。我爸年轻时候干过什么跟我们夫妻关系无关。你好好养胎，不要胡思乱想，我们是一家人。林念初没回复，他打开铁盒子，把 DNA 报告和银锁片并排放着。银锁片背面的林字和报告上的林崇山、林念初28年。他想起孤儿院的铁栏杆，想起在领养家庭吃剩饭的日子，想起16岁以后独自打工租住在城中村的那些年，想起结婚时陈景琛说我会给你一个家，想起 AA 制那天晚上肚子里的孩子踢他那一脚。所有的委屈他都可以不追究，但有些事必须有个交代。第2天46楼，林崇山坐在窗前，面前的茶已经凉了。林念初走进去，把 DNA 报告放在桌上。2个人对视了几秒。报告您看过了吗？看过了。林崇山的眼眶一点点红了，但他控制得很好，没让眼泪掉下来。28年了。老人的声音有些哑。你爸爸找了你28年。我爸爸？林志远，我的小儿子，你是他的亲生女儿。他在哪儿？出差了，我已经叫他回来。林崇山站起身，走到他面前，小心翼翼地伸出手，像怕碰碎什么一样，轻轻按了一下他的肩膀。孩子，你受苦了。林念初没哭，他不太会哭，这是在孤儿院学会的本事。爷爷，他叫了一声。林崇山的身体抖了一下。我要问你一件事。你问。当年在医院抱走我的人，你们查过吗？林崇山的表情一下子阴沉下来。查过，花了28年，始终没找到确切证据。当年医院的监控被人为损坏了，保安说什么都没看到。我们报了警，查了所有工作人员，最后断了线索。保安。林念初重复了这2个字。你还记得当年那些保安的名字吗？卷宗里有，但人都散了。陈国栋这个名字，你有没有印象？好像有这个人，他是当天值班的保安之一，后来辞了职，离开了海城。他是我现在丈夫的父亲。林崇山慢慢站起来。你说什么？陈国栋，我公公，28年前在海城第一医院当保安，在我失踪后2天辞职，离开海城。离开之前，他的银行账户上多了5万块钱。办公室里安静了好几秒。林崇山走到桌前，按下桌上的内线电话，让赵全来。3分钟后，一个50多岁的男人走进来，干瘦精明，戴着一副金丝眼镜。赵全，1996年的案子，海城第一医院的保安陈国栋，重新查。我今天就安排。念初，在查清楚之前，你先不要打草惊蛇。我知道。你现在住在哪里？在朋友家。搬到我们家来住，你身边需要人照顾。不急，查清楚陈国栋的事之前，
我不想让陈家那边知道我的身份。你有分寸，但从今天起，你不是一个人了，你有家了。他拿起桌上那张老照片递给他，照片里年轻女人抱着婴儿，笑容温柔。这是你妈妈，你出生那天拍的。林念初接过照片，照片里的女人长得很像她，一样的眉眼，一样的下颌线。你妈妈在你失踪后3年去世的，你爸爸说她是忧思过度。妈妈，他把照片贴在胸口按了很久很久。从锦兰出来那天晚上，林念初接到了一个电话。林女士，我是沈静雯。沈总监，什么事儿？明天有个行业沙龙，珠宝设计圈的人都会来，我给你报了名。为什么？你是初见的首席设计师，总得在圈子里露个脸。还是说你打算一直躲着？几点？在哪儿？你明晚7点，海生酒店宴会厅。林念初答应了。第二天傍晚，她换了一套白色孕妇西装，简单化了个妆，打车到了海生酒店。宴会厅里人很多，都是珠宝行业的从业者。林念初一走进去就感觉到了注目，7个多月的大肚子在这个场合里格外显眼。沈静雯站在入口处等她。来啦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赵鹏程，锦兰产品部的资深设计师。本来初见的首席应该是他。赵鹏程30出头，圆脸，戴眼镜，看了林念初一眼，礼貌但冷淡地点了下头。你好。你好。沈静雯带着他在宴会厅转了一圈，逢人就介绍，这是初见品牌的首席设计师，个人投稿出来的，没什么背景。每介绍一次，对方的表情都差不多，惊讶，然后打量他的肚子，再然后是一种微妙的轻视。林念初全程面带微笑，没有多解释。沙龙进行到一半，有一个自由交流环节，林念初在茶歇区拿了一杯果汁，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。林念初是吧？听说锦兰杯第1名。是。他端着酒杯。我是明珠珠宝的设计总监周涛。说实话，你那个裂纹美学的概念，我们3年前就有人做过，市场反应不好，消费者不买账。你确定能做起来？您3年前做的是把裂纹当缺陷去修饰，我做的是把裂纹当做设计本身。周涛挑了一下眉，意思是我们做错了？意思是角度不同，结果就不同。旁边几个人的注意力被吸引过来了。口气不小。不过年轻人有冲劲是好事，就是做品牌不是一时的事儿。你这个状态能坚持多久？林念初喝了一口果汁。我怀着孕拿了全国第1，这个状态够用了。周围有人笑了一声，周涛的脸有点挂不住，端着酒杯走了。沈静雯从旁边走过来，声音压得很低。你得罪周涛不太好，他在行业里人脉很广。他先质疑我的。你以为这种场合不会有人质疑你？你一个没有背景的人空降到首席设计师的位置，全行业都在看你的笑话。那就让他们看。林念初转头对上沈静雯的视线。沈总监，你今天叫我来不只是让我露脸的吧？沈静雯笑了。你挺聪明的，你想让我出丑？沈静雯的笑凝了一下。你多想了。那我就当你是好心好了。谢谢沈总监的介绍，我先走了。他转身的时候，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赵全发来的消息。陈国栋当年那5万块钱的来源查到了，是从一个叫钱德海的人名下转出来的。钱德海当年是海城第1医院的副院长。林念初站在宴会厅门口，看着这条消息。医院副院长付给保安5万块钱，在一个婴儿失踪之后，他把手机收起来，走进了电梯。林念初没有直接回家，他打了个电话给宋瑶。瑶瑶，你能帮我查一个人吗？钱德海，当年海城第1医院的副院长。行，今晚给你消息。回到家已经快10点了，林念初洗了个澡，坐在床上等。11点半，宋瑶的电话来了。查到了，钱德海现在已经退休了，住在海城郊区。他有一个女儿叫钱美玲，嫁到了省城。嫁给了谁？你猜？你说。陈景琛的大伯陈国良。林念初闭上眼。钱德海的女儿嫁给了陈国栋的大哥，一个副院长，一个保安，2家是亲家。婴儿失踪后，副院长给保安赚了5万块，保安辞职离开海城，这条线串起来了。念初。宋瑶的声音很沉。如果这件事是真的，陈家从一开始就知道你是谁。这句话让林念初整个人冷了下来。陈家从一开始就知道他是谁。那陈景琛呢？他知不知道？他跟他结婚是巧合还是安排？瑶瑶，陈景琛跟我认识是在一个朋友聚会上，那个聚会是谁组织的？你等等，当时的群聊记录我还有，组局的人叫王磊，是景琛的高中同学。查一下王磊跟陈家的关系。行。凌晨1点，宋瑶再次发来消息。王磊是陈国良的前妻的侄子，所有的偶然全部是安排。林念初坐在床上，手按着肚子，孩子在里面踢来踢去，好像也在不安。他给顾深发了一条消息：明天我要见林老先生，有重要的事。顾深凌晨1点半回复，几点？念初上午9点。
第二天早上9点，林念初坐在林崇山的办公室里，赵全也在。他把所有查到的信息一条一条摆出来。陈国栋，海城第一医院保安；钱德海，海城第一医院副院长，5万块的转账。钱美玲嫁给陈国良，王磊组局，安排他认识陈景琛。林崇山听完，一言不发地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背对着所有人，肩膀微微起伏。赵全在旁边飞快地记录，沉默了足足2分钟。他们抢走了我的孙女，然后又把她嫁给了自己家的人。他的声音很轻，但每个字都带着一种克制到极致的怒意。目的是什么？林念初问。如果陈家知道您的身份，那娶您的目的可能是等到合适的时机，利用您的身份接近林家的资产。但他们一直没有暴露我的身份，因为时机没到，或者说他们在等您生下孩子。孩子出生后，如果您跟陈景琛的婚姻关系存续，那么孩子就是林家的外孙，也是陈家的血脉，一个连接2个家族的纽带。林崇山一拳砸在桌上，茶杯跳了一下，茶水洒出来。念初，他看着他，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林念初的声音比任何人都平静。等孩子出生，等他们自己跳出来。你不怕？怕什么？他说，我在孤儿院长大，在领养家庭吃剩饭，16岁以后自己养自己。我这辈子什么都怕过，现在不怕了。一切看起来很平静，但平静底下全是暗涌。林念初继续住在宋瑶家，继续做初见的设计稿。陈景琛那边几天没联系他，他也不主动找他。距离预产期还有2个月。这天下午，他在家改设计稿的时候，门铃响了，他以为是宋瑶回来了，开了门，门口站着一个陌生男人，40多岁，穿着深蓝色西装，身材高挑，面容和林崇山有几分相似。他看到他的第一眼，整个人僵在那里。你是念初？你是林志远？男人的嘴唇颤了一下。我是你爸爸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，那是和林崇山办公桌上一样的照片，年轻女人抱着婴儿。你妈妈走的时候，手里还攥着你的银锁片的照片。她说她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没看住你。林念初站在门口，看着这个突然出现的父亲。进来坐吧。林志远走进屋里，2个人面对面坐在沙发上。林志远把一个盒子放在茶几上。这是你妈妈留给你的，她生前说过，等找到你就把这个给你。林念初打开盒子，里面是一条翡翠手镯，碧绿通透，水头极好。手镯的内壁刻着4个字：念初平安。你的名字是你妈妈取的，念初，念念不忘最初。她说无论你走多远，只要记住这个名字，就能找到回家的路。林念初把手镯戴到手腕上，翡翠贴着皮肤，冰凉的，但又似乎带着一种穿越了28年的温度。爸，他第一次叫出这个字，林志远的泪直接落了下来。我来晚了。他伸出手，小心翼翼地按在他肩上，就像林崇山那天做的一样。这个家族的人碰他的时候都那么小心，像是怕他碎掉。没有晚。林念初说。林志远告诉他，林氏集团现在市值300亿，主营珠宝、地产和金融。你是我唯一的孩子，你失踪后，我再也没要过孩子。公司的事儿不着急，你先把孩子生了。爸，有件事我需要告诉你。他把陈家的事说了。林志远听完，脸色铁青。陈国栋，28年前，我问过每一个保安、每一个护士、每一个清洁工，他当着我的面说什么都没看到。他当时拿了5万块钱。5万块钱卖了我女儿？不只是卖，他们把我养大，又安排人让我嫁给了他儿子。他们在等一个机会。什么机会？一个用我连接林家资产的机会。孩子就是纽带。林志远看着他的肚子。你打算怎么办？打掉这个孩子是不可能的，这是我的孩子，但陈家的算盘，我不会让他打响。你不用一个人扛，爸爸在，爷爷在，林家300亿。门铃又响了，林念初打开门，陈景琛站在门外，他身后站着陈国栋和陈母，3个人的脸上表情各异。陈景琛是阴沉的，陈母是紧张的，陈国栋是慌乱的。念初，你得跟我回家。陈景琛的语气不像在商量。林志远从沙发上站起来，走到门口。陈景琛看到他，愣了。这谁？林念初看着陈景琛，看着陈国栋，看着陈母，他想起 AA 制那天晚上陈景琛用筷子敲碗的声音，他想起陈国栋在门口听到5万块钱时灰白的脸，他想起方依然手机上那句等孩子生了就离，他想起在孤儿院铁栏杆后面那个等人来接他的小女孩，没有人来接他，因为本该接他的人把他当成了一件商品。他的声音平得没有一丝波澜。陈景琛，你知不知道你爸28年前做过什么？你到底在说什么？陈国栋的脸已经白了。念初，问你爸。陈叔，海城第一医院，1996年2月28日，那个被抱走的婴儿。陈国栋的腿软了，他往后退了一步，撞到了门框上。你怎么？那个婴儿是我。爸，
陈国栋嘴唇在哆嗦，一句话说不出来。林志远从门里走出来，站到了林念初身边，他看着陈国栋，28年的恨意压在一个字里。你。林志远的出现让走廊里的温度骤降，陈景琛还没反应过来，这人到底是谁？我叫林志远，林氏集团 CEO， 也是站在你旁边这个女人的亲生父亲。什么？你老婆是我找了28年的女儿，你爸当年在海城第一医院值班的时候，把她从婴儿室抱走了。陈景琛看向陈国栋，陈国栋已经站不稳了，一只手撑着墙壁，嘴唇翕动着说不出完整的句子。不是我，是钱德海，他说那孩子是弃婴。弃婴？林志远往前逼了一步。他妈妈头天刚生完，第2天孩子就不见了。你告诉我他是弃婴？我不知道啊，钱德海跟我说的，他说那孩子没人要。那5万块钱是怎么回事？陈国栋的嘴彻底闭上了。景琛，咱们走，这事说不清楚。林念初的声音不大。站住！但陈母的脚定在了原地。走可以，但陈景琛，你跟我结婚是你自己的意思，还是你爸安排的？陈景琛脸上闪过一丝慌乱，随即被愤怒盖住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跟你结婚还能是安排的？王磊是谁的人？陈景琛的表情凝了一瞬。王磊，组那次聚会的人，你高中同学，也是你大伯前妻的侄子。这有什么关系？你大伯的现任老婆叫钱美玲，是钱德海的女儿。当年买走我的人是钱德海，执行的人是你爸。你们陈家和钱家是一条线上的人。走廊里没有声音了，隔壁的住户开了门，探头看了一眼，又缩回去把门关紧。陈景琛站在那里，脸色一阵一阵的变。我不知道这些。他终于说了一句：“你不知道？”林念初盯着他。那 AA 制呢？你提 AA 制的那天，是不是有人跟你说过什么？陈景琛没答话，让他自己走。林念初低声重复了一遍那条微信。等孩子生了就离。你连怎么甩我的时间表都排好了。你真的不知道？陈景琛嘴唇紧紧抿着。这件事没完。林志远拿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。赵全，准备材料，明天走正规渠道处理。还有那个钱德海一并追究。不！陈国栋扑上来。林先生，求你了，我当年真的不知道那孩子是你们家的。林志远往后退了一步。你知不知道不重要，该给的说法一步不会少。念初，你看在和景琛夫妻一场的份上，景琛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林念初的声音冷得像冬天的铁。他关上了门。事情在48小时之内发酵的超出所有人的预期，赵全的团队效率极高。第2天上午，陈国栋和钱德海当年的违规过往正式移交公安机关处理。当天下午，海城警方重新调取了1996年的旧案卷宗。陈国栋被带走问话，消息传到陈景琛那里的时候，他疯了一样给林念初打了10几个电话，他一个没接。第14个电话打完之后，陈景琛发了一条微信：“我真的不知道我爸做过这种事，求你了，别把我爸送进去。”林念初看着这条消息，关了屏幕。傍晚，宋瑶带回来一份文件。离婚诉讼相关材料我替你拟好了。这么快？你以为我这个月在干嘛？所有证据链都在。这种情况下，你起诉孩子抚享权100%归你。财产呢？你们婚后购置的那套房子，首付是你的婚前存款出的大头，月关你也付了1半以上。按法律分割，你至少拿60%。不要了。什么？房子不要了？干净利落的离。你现在有底气说这种话了？我一直有。只不过之前的底气是忍，现在不用忍了。当天晚上，林志远来了，他不是一个人来的，身后跟着2个人，一个中年女人和一个年轻男人。念初，这是你大姑林志芳，这是你堂哥林金宇。林志芳一看到林念初就红了眼眶，长得真像嫂子，一模一样。林金宇拎着好几袋东西。妹妹，这些是家里人给你和宝宝准备的。林念初打开袋子，婴儿衣服、孕妇营养品，一整套婴儿床的零件。你们不用。林志芳擦着眼睛。28年没给你买过东西，让我们补一补。林志远在旁边看着。念初，爸有个事儿跟你商量。你说。下个月初你们公司出建品牌发布会，爷爷的意思是在发布会上公开你的身份。林念初想了想，不用那么高调。不是高调，是保护。你身份公开了，陈家那边就再也动不了你。他们已经动不了我了。我知道你能撑住，但你不用撑，让全世界知道你是林家的人，不为了显摆，是为了告诉所有人伤害你的代价，他们承受不起。林念初沉默了一会儿。好。离婚诉讼材料递上去的第3天，陈景琛出现在宋瑶家楼下，不是一个人，他带来了方怡然。林念初下楼取快递的时候撞见了2个人，方怡然站在陈景琛旁边，
肚子上微微隆起了一个弧度。林念初的视线在那个弧度上停了1秒。你怀孕了？方依然下意识地缩了一下，躲到陈景琛身后。陈景琛一脸疲惫。念初，我来是跟你谈离婚的事。材料你收到了，我不同意离，不同意也会判。你别把事情做绝。我爸的事我真的不知道，你把我爸送进去了，你良心过得去？28年前，他把一个婴儿从亲生父母身边抢走。林念初的声音很平。你问我良心过不过得去？陈景琛嘴唇紧抿。念初姐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但景琛他现在压力真的很大，他爸被调查了，他妈天天哭。方依然，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？方依然愣了，然后缓缓点头。几个月了？3个月。你上次 HCD 是阴性，3个月前怀上的。也就是说 AA 制那天晚上他说加班不回了的那个星期，你们就在一起。方依然脸上的血色一点一点褪去。你查得够清楚的。不用查，时间线一对就知道。陈景琛，你提 AA 制不是因为公司效率不好，是因为你要省钱养外面的女人和孩子。陈景琛的嘴张开又合上。你走吧。林念初转身往楼里走，陈景琛在身后喊：林念初，你现在翅膀硬了是吧？你以为林家真的会认你？你就是个棋子。林念初停住脚步，他没有回头。棋子也好，弃子也好，至少我这颗棋你已经下不了了。他上了楼，关了单元门。楼下，方依然拉着陈景琛的袖子。景琛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他真的是林家的人？陈景琛没说话，脸色铁青。林家，林氏集团那个林家，你跟我说他就是个孤儿。闭嘴！方依然被吼得眼泪掉了下来。两个人站在楼下，进退两难。初见品牌发布会定在10月18日，距林念初的预产期还有3周。发布会的场地定在海盛酒店宴会厅，到场嘉宾名单有300多人，珠宝行业从业者、媒体、合作商、投资人。林念初提前2周就把所有准备工作做完了，6件作品陈列在定制的展柜里，每一件都打了专业射灯，裂纹里的碎钻在光线下流转出层次分明的光泽。发布会前3天，沈静雯来找他了。林念初，有件事我觉得你该知道。说。赵鹏程不服气，他在公司做了5年，初见的品牌概念最早是他提的，结果首席给了你。他去找了几个行业媒体的记者，准备在发布会上发难。发什么难？质疑你的设计抄袭他的概念。林念初看着沈静雯，你来告诉我这个是好心。沈静雯笑了，我来告诉你这个是因为初见做好了对我有好处。我是产品部总监，品牌成了我也有功劳。那赵鹏程那边？他找的是珠宝前沿的记者，那个记者叫吕文斌，跟赵鹏程大学同学。知道了。沈静雯走了以后，林念初给顾深打了个电话。赵鹏鹏要在发布会上搞事儿。我知道。顾深的声音很平。他上周调了2次设计部的档案记录。你都知道？你以为公司的档案系统没有调取日记？那你打算怎么处理？不处理，让他跳出来。顾深说：有些人不跳出来，就永远是个隐患。你不怕发布会砸了？砸不了，你的作品在那儿摆着，真金不怕火。你这么信我？顾深停了一拍，信你的设计，也信你这个人。发布会当天，林念初穿了一件定制的墨绿色礼服，8个多月的肚子被礼服包裹得端庄而醒目，手腕上戴着母亲留下的翡翠手镯，脖子上的银锁片收在衣领里。大厅里人头攒动，300多位嘉宾落座，灯光暗下来，投影亮起。林念初站到台前，各位好，我是初见品牌首席设计师林念初。他按下遥控器，6件作品的高清图片依次出现在剧目上，掌声响了几秒。他开始讲述每一件作品的设计理念和工艺细节。讲到第4件的时候，台下一个角落有人举手。林设计师，我有个问题，请说。据我了解，初见品牌的裂纹美学概念最早是锦兰产品部的赵鹏程先生提出的，他2年前就提交过相关设计方案。请问您的设计跟赵先生的方案有什么关系？台下一阵低语，赵鹏程坐在第3排，不动声色地挺了挺腰板。林念初站在台上，没有慌。好问题，我先回答关系是什么？没有关系。但赵先生的方案比您的参赛时间早2年。那我问你一个问题。林念初调出下一页 PPT， 大家看 PPT 上面是2张对比图，左边是赵鹏程2年前的设计稿，右边是我的破晓系列。左边的纹路像印刷品，右边的纹路像天然的冰裂。各位都是行内人，这2个东西能混为一谈吗？台下安静了2秒，然后有人鼓掌，掌声逐渐扩大。吕文斌还想说什么，坐在前排的周涛，就是之前在扎龙上质疑他的那位，忽然开口了。小吕，人家把工艺原理都掰开给你看了，你还要纠缠什么？
技术路线完全不一样。这要是叫抄袭，那全世界做裂纹釉的瓷器厂全得打官司。吕文斌的脸涨红了，坐回了座位。赵鹏程坐在第3排，表情像是吞了一只苍蝇。林念初在台上看了他一眼，没有多说，他把 PPT 翻到最后一页。最后，我想借这个场合宣布一件事。大厅里重新安静下来。我叫林念初，林氏集团创始人林崇山先生的亲孙女，林志远先生的女儿。28年前，我在出生第2天被人从医院抱走。今年，我回家了。全场哗然，300多人同时发出声音，闪光灯疯狂亮起。林崇山从第1排的贵宾席上站起来，走到台前。林念初是我的孙女，今年通过 DNA 鉴定确认了身份。从今天起，她的一切林家负责。掌声和议论声混在一起，持续了很久。赵鹏程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座位，沈静雯坐在角落，端着一杯红酒，笑了。我就说这丫头不简单。发布会结束后，事情的发展比林念初预想的还要快。新闻当天就上了热搜，锦兰珠宝新品牌设计师击致林氏集团失散28年的千金，阅读量4小时破亿，评论区炸了。什么？这也太离谱了吧！陈景琛也看到了热搜，他的电话在当天晚上打过来，声音完全变了一个人。念初，咱们好好谈谈行不行？该谈的在庭上谈。你听我说，我真的不知道我爸干过那种事儿。我跟你结婚是因为我喜欢你，不是什么安排。王磊的局是谁让组的？电话那头沉默了5秒。是我大伯说的，说有个朋友介绍个不错的女孩。我当时不知道那些。你大伯知道我是谁，你爸知道我是谁，你整个家族都知道我是谁，就你不知道。我发誓我不知道。那你知道方玉然肚子里的孩子吗？又是沉默。我知道。他终于说，那就够了。他挂了电话。第2天，赵全把一份完整的调查报告送到了林志远面前，林念初也在场。陈国栋已经供述了。赵全翻开报告。1996年2月27日晚上，钱德海找到值班保安陈国栋，让他在半夜把婴儿室的孩子抱出后门。钱德海在后门等着接走了孩子。他把孩子送到哪儿了？送到海城福利院，但不是以弃婴的名义，而是以无名女婴的名义。钱德海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赵全翻到下一页，这是重点。钱德海当年欠了一大笔钱，债主是一个叫孙保国的人。孙保国的老婆多年不孕，想要一个女孩，钱德海就动了歪心思，为了一己私利。因为孙保国老婆后来发现自己怀孕了，不要这个孩子了。孩子在福利院待了3年，被一对姓许的夫妇收养。就是我的养父母。对，许家夫妇在您16岁时因车祸去世，保险赔偿金全部归了他们的亲生儿子许建国。你从此一个人生活。那陈家是怎么找到我的？赵全推了推眼镜。这就是最关键的部分。陈国栋虽然拿了5万块走人，但他一直留着一份后手。他拍了钱德海接孩子时的照片，用来自保。后来他通过钱德海的渠道知道了孩子的去向，再后来他把这个信息告诉他大哥陈国良。陈国良当时已经娶了钱德海的女儿钱美玲。所以陈家一直知道我在哪。不仅知道，赵全把报告合上。陈国良是个精明人，他查到了林氏集团的寻人启事，确认了您的身份，然后他决定不把您交还给林家，而是把您嫁给陈家的人，等着有一天用这层关系撬动林家的资产。对。林志远闭上眼，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。林念初看着报告上的每一个名字：钱德海、孙保国、陈国栋、陈国良、钱美玲，5个人，一条链。他出生第2天被抢走，在福利院待了3年，在没有温暖的领养家庭待了13年，然后独自活了12年。28年像一场漫长的骗局。赵全在。陈国良现在做什么生意？他在江城开了一家建材公司，年营业额大概2000万。陈景琛现在的公司就是帮他大副跑业务的。所以陈景琛来锦兰送合作方案那天，他是帮他大伯来的。是。陈国良一直想打入锦兰的供应链。林念初站起来，赵全看了林志远一眼，终止和他公司的所有合作。林志远点头，照我女儿说的办。1周之内，3件事同时发生。第一件，海城警方正式对陈国栋、钱德海以涉嫌拐卖儿童罪立案侦查，陈国栋被刑拘，钱德海在郊区家中被带走。第二件，锦兰集团取消了与陈国良建材公司的所有合作意向。不仅如此，林志远让赵全把陈国良的偷税漏税证据，这是在调查过程中顺手查到的，移交给了税务部门。第三件，初见品牌首批6件作品上线首日，线上销售额突破800万。林念初的名字和林氏集团的千金身份叠加在一起，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商业势能。破晓系列的裂纹美学成了当月珠宝圈最热的话题。消息传到陈景琛那里的时候，他正在处理另一个烂摊子，他爸被刑拘，他大伯的公司被税务稽查，他自己的工资
因为公司本质上是陈国良的子公司，也停发了。方依然的肚子已经4个多月了，他开始问他要生活费，他的银行卡余额不到3000块。这天下午，他在出租屋里接到了陈国良的电话。景琛，你那个前妻是不是疯了？大伯，他已经不听我的了。不听你的，她是林家的千金，300亿的身家，你当初干嘛不把她哄好？我怎么知道？你爸和我花了多少年布这个局，把她养大，把她嫁给你。等你生了孩子，再用孩子去跟林家谈。你倒好，在外面养女人，还跟他提什么狗屁 AA 制，你一步步把人逼走了。陈景琛拿着手机的手攥紧了。大伯，你别骂我。你骂谁？300亿啊！你有脑子吗？电话那头啪的挂了，陈景琛把手机摔在床上。方依然从厨房端着一碗泡面走出来。谁的电话？别问了。景琛，我下周要去做产检，你给我转2000块。我没钱。什么叫没钱？你不是还有公司没了，我爸进去了，你能不能别烦我？方依然端着泡面站在那里，眼泪无声的掉下来。你说过等孩子生了就离婚，现在你离了吗？离婚是他起诉的，但财产分割还没完。他说他不要房子。那房子归你了？归我有什么用？房贷还不上，银行要收了。方依然慢慢把泡面放在桌上，拿起了自己的包。你干嘛？我回我妈家。陈景琛，我跟你在一起是因为你跟我说你有房子，有稳定工作，马上升职。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你让我跟你吃泡面？你肚子里有我的孩子。这个孩子我会自己养。方依然背着包走到门口，但不是跟你一起。门关上了，陈景琛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出租屋里，桌上的泡面冒着热气，慢慢凉了。他拿起手机，翻到林念初的微信头像，头像已经变了，之前是一朵白色的雏菊，现在是初见品牌的标志。他退出微信，打开新闻 App， 首页推荐林氏千金林念初，从弃婴到珠宝设计新星。下面一行小字：初见品牌首周销售额突破2000万。陈景琛盯着那行数字，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了一遍。2000万。他提 AA 制那天，他的存款是3万块。离婚判决书下来的那天，林念初正好住进了产房。宋瑶把判决书拿到医院，在病房里念给他听。婚姻关系解除，子女由女方抚养，男方不需支付抚养费，因为女方放弃主张，房产归男方所有，女方自愿放弃。好，你连抚养费都不要？不要。他会以为你在可怜他。他怎么想是他的事。宋瑶把判决书收好，在他床边坐下。你爸说要安排最好的产科主任。不用，这里的医生挺好的。你倒是不客气，300亿千金住普通病房。我住了28年普通日子了，不差这2天。当天晚上，林念初发动了，产房里疼痛一阵一阵的来，护士在旁边喊他用力，他咬着牙，手抓着床栏杆。产房外面站着林志远、林崇山、林志芳、林锦宇和宋瑶，一大家子人在走廊里来回踱步。凌晨2点46分，婴儿的哭声穿透了产房的门。女孩6斤4两。护士把孩子包好放在他胸口的时候，林念初看着那张皱巴巴的小脸，想说点什么，但什么也说不出来，眼泪自己掉下来了。这是他第一次在有人陪的情况下经历一件人生大事。产房门打开，林志远第一个冲进来，看到女儿和外孙女，这个掌管300亿集团的男人直接红了眼眶。好，他只会说这一个字。林崇山走到床前，看着曾孙女的脸，嘴唇抖了半天。像念初小时候，像他妈妈。林念初抱着女儿，手腕上的翡翠手镯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绿色。给孩子取什么名字？宋瑶凑过来看，林念初看着怀里的小人。林初晴，念初的初，雨过天晴的晴。月子是在林家老宅做的，3层独栋别墅，花园里有一棵据说种了40年的桂花树。林崇山把2楼最好的房间腾出来，请了2个月嫂。又让家里的厨师每天变着花样做月子餐。林念初觉得不太真实。半年前他还在陈家吃 AA 制的饭，现在他住在价值上亿的别墅里，有人给他端汤送水，但他没有因此停下脚步。月子第2周，他就开始在床上画设计稿了。初见第2批作品的方向他已经想好了，愈合系列，裂纹美学的延续。但这一次裂纹不是主角，修复裂纹的金丝才是。灵感来自日本的金善工艺，用金子修补碎裂的器物，让伤痕变成最美的部分。他把概念稿发给顾深，顾深的回复很简洁。经验，量产方案什么时候出？念初，下周。月子期间，外面的世界并不平静。陈国栋的案子进入审查起诉阶段，检察院认定拐卖儿童罪名成立，钱德海也被提起公诉。陈国良的建材公司因税务问题被罚款380万，加上失去了几个主要客户，资金链断裂，面临倒闭。消息传来的时候，林念初正在喂奶。林初晴吃得很认真，小嘴一鼓一鼓的。你妈妈以前吃不上好东西，现在你什么都有了。出月子那天，顾深来了，他带了一束花和一个礼物盒。恭喜你，给初晴的。林念初打开盒子，里面是一条婴儿银手镯，
做工精致，上面刻着祥云纹，和他的银锁片上的纹路一模一样。你让人做的？用的你银锁片的纹样。林念初把手镯拿出来，在手里握了握。谢谢。顾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花园里的桂花树透过窗户映进来。有件事跟你说一下。你说。赵鹏程辞职了。我知道，发布会那天他就待不下去了。不只是辞职，他去了明珠珠宝，就是周涛的公司，带走了一些初见品牌的内部工艺文档。林念初拿手镯的手停了一下。带走了什么？你的微爆破工艺的参数数据。你确定？确定。信息安全部查到他离职前2天拷贝过一次 U 盘。林念初把手镯放回盒子里。周涛对我们的工艺感兴趣。明珠珠宝下个季度要推新品线，如果他们用你的工艺参数做出类似产品，做不出来。参数只是一部分，微爆差的核心在于爆破时机和金属温度的配合。这个我没有写在文档里，在我脑子里。顾深靠回沙发。你比我想象的更谨慎。在孤儿院长大的人都会留一手。出了月子第3天，林念初正式回到锦兰上班。林志远给他安排了专车和司机，他拒绝了。自己开一辆普通的日产轿车，是他用奖金买的。出勤白天由月嫂和林志芳照看。回到公司的第一件事是开一个紧急会议，会议室里坐着产品部、市场部和法务部的负责人，沈静雯也在。赵鹏程带走了微爆布工艺的部分参数数据，但核心工艺不在那些文件里，他拿到的是皮，不是骨。我们可以起诉他窃取商业机密。起诉是必须的，但更重要的是，我要让明珠珠宝知道，偷来的东西做不出真东西。怎么做？林念初在白板上画了一条时间线，玉盒系列下个月量产，我要把上市时间提前2周，赶在明珠新品之前，市场只会记住第一个。沈静雯靠在椅背上。提前2周，工期来得及吗？来得及，我已经跟工艺师沟通过了，新系列的工艺比破晓更成熟，良品率能到75%。那成本呢？用金丝替代碎钻做裂纹填充，材料成本降低30%，但视觉效果更有冲击力。会议结束后，沈静雯在走廊里叫住他。林念初，你变了。什么意思？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你是个挺着大肚子来比赛的孕妇，现在你站在会议室里的样子，像在这个位置上坐了10年。我只是不废话。沈静雯笑了，跟你合作有意思。他转身走了。当天下午，林念初收到了一封律师函，是陈国良让律师发的，内容是要求林念初停止利用林家资源打压陈国良的合法商业活动，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。林念初把律师函递给法务总监看了一眼，法务总监笑了。这是谁教他发的？措辞都不同。回一封就行，内容就一句话：陈国良涉嫌参与拐卖案的共犯证据移交公安机关。明天发。晚上回到林家老宅，初晴已经睡着了。林念初在婴儿床边站了一会儿，看着女儿的睡脸，手机震动，是一个陌生号码，他接了。念初姐，是我，方怡然。我想跟你见一面。方怡然的声音和上次完全不同，上次还有得意和伪装，这次只剩下疲惫。你有什么要说的？陈景琛，他找我借钱，他说他要打官司，要翻案。他让我把生孩子的钱先借给他。林念初闭了一下眼。他要翻什么案？他说他要证明他不知道他爸干过的事儿，说你陷害他们陈家。你信吗？我不信，但我怀着他的孩子。方怡然，你的孩子是你的，跟他没关系。我知道。方怡然的声音哽了一下。念初姐，我来找你不是求你帮我，我是想告诉你，陈景琛说他要来林家老宅找你，明天。他说他要当面跟林老先生谈。谈什么？他说他要拿孩子的 DNA 鉴定报告去谈。初晴是他女儿，他有探视权，他要用这个做筹码。林念初看着婴儿床里的女儿。谢谢你告诉我。念初姐，对不起。林念初挂了电话，他拨了宋瑶的号码。瑶瑶，陈景琛明天要来闹事，帮我做好法律准备。关于初晴的抚养权判决书是怎么写的？独立抚养权归你，男方无探视权，因为你放弃了全部财产作为交换条件，白纸黑字。好，他要来就让他来。第二天上午10点，陈景琛来了，他不是一个人来的，陈母跟在后面，还有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，看起来像是花钱请的律师。林家老宅的大门是赵全开的，陈景琛站在花园的石板路上，抬头看着3层的别墅，脸上的表情很复杂。我要见林念初。林小姐在客厅等你。赵全把他们带进去，客厅里，林念初坐在沙发上，
手里抱着出勤，旁边坐着林志远、宋瑶和锦兰的法务总监。陈景琛看到这个阵容，脚步慢了一拍，他那个律师倒是先开口了：“林女士，我是陈先生的代理律师张明，我们今天来是想协商。”协商什么？宋瑶站起来，直接打断他：“关于孩子的探视权问题，根据民法典，判决书上写了，女方放弃全部婚内财产，男方放弃探视权，双方签字画押的，法院盖章。张律师，您拿到案卷了吗？”张明翻了翻手里的文件，脸色有点尴尬。但从人道主义的角度，人道主义。林念初开口了，他没站起来，就坐在那里，怀里的出勤睡得很香。陈景琛，你来说，你哪只眼睛看过这个孩子？陈景琛盯着他怀里的婴儿，那是他的女儿，但他确实一次都没抱过。念初，我也是孩子的爸。你不是。你在我怀孕的时候提 AA 制，产检一次没赔，生孩子的时候你不知道在哪里。离婚判决书上你签字放弃探视权的时候连1秒都没犹豫，现在你来跟我谈爸爸。那时候是你急着脱身。方依然怀孕了，你想赶紧跟我离了去过新生活，结果新生活没过上，回过头来发现旧的这边有金矿了。陈景琛的脸涨得通红。你少污蔑我！污蔑？你大伯陈国良指使你爸偷走我，又安排人让我嫁给你。你们家的目的是用我连接林家资产，现在计划败露了，你来拿孩子做最后一根稻草。陈景琛，你觉得在场的人里有谁看不出来？张明的嘴张了2次，说不出话。他转头看了陈景琛一眼，显然不知道自己的委托人还有这一层底细。陈先生，你没告诉我这些情况，这些是他编的。陈景琛一步上前，林志远站了起来，不需要说话，不需要做什么动作，他只是站在那里。陈景琛的脚停住了，他不傻，这个人是林氏集团的 CEO。张律师，宋瑶打开另一份文件。陈国栋拐卖案已进入审查起诉阶段，陈国良涉嫌共犯的证据正在移交中。如果陈景琛执意纠缠抚养权问题，我们会追加起诉，要求法院撤销陈景琛对孩子的一切法律关系。理由是，陈家与被拐儿童的婚姻系基于犯罪行为的产物。陈先生，这个案子我没法接了。你收了我的钱，钱我退给你。张明拎着公文包快步走出了客厅，只剩下陈景琛和陈母站在那里。陈母的脸上已经分不清是红是白了，她忽然扑通一声跪了下来。念初，妈求你了，你爸已经被抓了，你大伯也快了，景琛是真不知道那些事儿的，你放过他吧。妈。陈景琛想扶她起来。你别叫我妈。林念初抱着孩子站起来，整个客厅安静了。3年前你把我当儿媳妇的第一天，我给你洗了3年的衣服，你从来没问过我累不累。我怀孕了，你连一碗鸡汤都没给我炖过。你儿子在外面养女人，你替他遮掩。你儿子跟我提 AA 制，你在旁边低头喝汤。他低头看了一眼怀里的出勤。我的孩子不会叫你一声奶奶。陈母跪在地上，发出压抑的哭声。陈景琛的拳头攥得发白。林念初，你会后悔的。你又说这句话了。林念初抱着孩子往楼梯走去，背对着他。陈景琛，你说过2次你会后悔，第一次是在医院门口，第2次是现在，但到目前为止，后悔的人只有你。他上了楼，没有再回头。赵全在客厅里清了清嗓子。二位，请吧。陈景琛和陈母被请出了林家的大门，大门关上的那一刻，陈景琛听到门里传来婴儿的哭声，出勤醒了，那是他女儿的哭声，但大门已经关了。陈国栋的案子判了，拐卖儿童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0年。钱德海以共犯论处，判处有期徒刑8年。陈国良因涉嫌窝藏、包庇及参与策划，被追加起诉。3个案件的判决在同一周出来的，新闻又上了一次热搜。林氏千金被拐案终审宣判，3名被告获刑。评论区最高赞的一条是28年，正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。林念初没有去旁听宣判，那天他在工作室里调试愈合系列的第3件作品，一枚胸针，造型是一只凤凰，翅膀的裂纹被金丝填补，展翅的姿态像在从火焰中飞出来。工艺师把成品递给他的时候，他举到灯下看了很久。金丝的光泽感还能再提5%。林总，这个光泽已经是行业顶级了。那就做行业没有的。工艺师笑了一声，拿着样品回去重新打磨。傍晚，顾深来到工作室，他带了2杯咖啡，一杯给他，一杯自己的。案子判了。我知道。你没什么反应？林念初把胸针的设计稿钉在展板上，退后2步看了看构图。反应过了，在知道真相的那天已经反应过了。判决只是手续。顾深喝了一口咖啡。明珠珠宝那边有动静了。怎么说？赵鹏程拿着你的参数做了2个月，废品率90%以上。
周涛准备撤掉整条新品线。意料之中。周涛找人传话，想请你吃个饭。吃饭可以，但他得道歉。他肯吗？他不肯就不吃，反正着急的不是我。顾深放下咖啡杯，看着墙上的设计稿。林念初，你有没有想过以后接手林氏集团？林念初转过头看他，我爷爷跟你说了什么？他说林志远只有你一个孩子，你是林家唯一的继承人。我现在只想做设计。做设计和做管理不矛盾，你已经在做了。刚才会议上你的表现跟任何一个管理者没有区别。那是两回事。是一回事。你做设计的方式就是你做所有事的方式，精准，不废话，不将就。他走到门口，停了一步。我觉得你可以。觉得我可以什么？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。他走了，林念初看着门口他留下的那杯没喝完的咖啡，杯壁上还有温度。愈合系列上市比原计划提前了10天，6件作品，首发当天线上线下同步，销售额当日破1000万，3天后破5000万，1周后初见品牌的总销售额突破了1个亿。珠宝行业的同行们已经坐不住了，明珠珠宝的周涛主动打了电话来。林设计师，我周涛，上次沙龙上我说话冒犯了，给你道个歉，想请你吃顿饭聊聊合作。周总，道歉我接受了，合作的事儿您跟锦兰商务部对接就行。你不来？我忙。你忙什么呢？设计第3个系列。周涛在电话那头笑了。你真是不给人留面子。我给设计留面子就够了。方怡然的孩子也在这个月出生了，男孩6斤2两。消息是方怡然发微信告诉林念初的。念初姐，孩子出生了，谢谢你之前的话，我决定一个人养。需要帮忙就说。不用了，我找了份工作，一家花店，够我和孩子生活的。那就好。他放下手机的时候，宋瑶正好走进来。方怡然生了。你还跟他联系啊？他不算坏人，他抢你老公。他抢的是一个空壳。陈景琛对谁都一样，对他也不会好到哪去。他现在想明白了，比我那时候快多了。宋瑶坐在旁边看他画了一会儿。念初，顾深是不是喜欢你？林念初的笔停了一拍，别乱说。我观察了3个月了，他来看你的频率，他说话的方式，他给初晴做的那个银手镯，你觉得一个普通上司会做这些？他人好。人好和喜欢是2回事儿，你自己想清楚。我现在没心想这些。我知道你没空，但有些事儿不想清楚，会错过的。林念初继续画图，没回话，但他画出来的那条线弯了一个不该弯的弧度，他擦掉重画，手还是不太稳。半年后，初见品牌的3个系列破晓、愈合和新出的重生，总销售额累计突破5亿，品牌估值被投行评估为15亿。林念初的名字已经不需要林氏千金这个标签来支撑了，行业里的人提起他，说的是那个做裂纹美学的设计师。这天下午，锦兰集团的年度董事会上，林崇山宣布了一件事：我年纪大了，该退休了，集团的事交给志远，但初见品牌独立运营，由念初全权负责。会议室里没有反对声，初见的业绩摆在那里，谁也说不出反对的理由。散会后，林念初在走廊里被沈静雯拦住了。林念初，恭喜你。谢谢。我要调到初见来。你在总部待得好好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总部太无聊了，跟你在一起才有仗打。欢迎。晚上回到家，初晴已经会翻身了，5个多月大的小姑娘躺在婴儿垫上，挥舞着胖乎乎的手，看到妈妈就咧嘴笑。林念初把她抱起来，亲了一口。妈妈今天又升职了。初晴咿咿呀呀的回应。林志远在餐桌那边摆碗筷。今天多一个人吃饭。谁？门铃响了，林念初去开门，顾深站在门口，手里拎着一袋水果和一个蛋糕盒。林总，恭喜初见独立运营。你从哪知道的？董事会刚结束。我也是董事会成员。林念初想起来了，顾深是投资部的，当然要列席。进来坐。吃饭的时候，初晴抓着勺子往顾深身上甩了一下米糊，顾深低头看了看衬衫上的米糊字，笑了。初晴这是欢迎我。他这是在赶你走。林念初拿纸巾递给他，顾深接过纸巾擦了擦，没有在意。林志远在旁边喝汤，什么也没说，但嘴角的弧度一直没下去。饭后，顾深帮忙收拾碗筷，林念初在厨房洗碗，他在旁边擦。林念初，我有件事想跟你说。什么事？跟工作无关。林念初关了水龙头，转过头看着他。顾深拿着擦碗布，站在厨房的灯光下。我想跟你在一起，不是因为你是林家的人，不是因为你的设计天赋，是因为
我在32楼的监控室看你答辩的时候，你挺着7个月的肚子站在台上讲你的裂纹美学。你说不完美的东西不需要被修复，它本身就是答案。那一刻我就知道了。林念初站在那里，手上还有洗碗的泡沫。你知道什么了？知道我这辈子不会再遇到第二个你。厨房里安静了几秒，客厅方向传来出勤拍打婴儿椅的声音。林念初把手上的泡沫冲掉，擦干。我考虑一下。好，不着急。但有一个条件。你说。不许影响工作。顾深笑了。这个条件我答应不了，因为看到你的时候，我没办法只想工作。林念初别过头去，水龙头在滴水，他伸手拧紧了。5年后，初见品牌已经是国内珠宝设计领域的标杆，年销售额32亿，品牌估值120亿。林念初是 CEO 兼首席设计师，林氏集团在他的介入下完成了品牌升级和数字化转型，总市值突破500亿。这些数字他不太在意，他在意的事情比较具体。比如出勤今天幼儿园画了什么画，比如重生系列第4代产品的新工艺有没有突破，比如顾深今晚能不能赶回来吃饭。他和顾深结婚2年了，婚礼很小，只请了家人和几个亲近的朋友。林崇山在婚礼上喝多了，拉着顾深的手说了半个小时你要对我孙女好。顾深全程点头。这天下午，林念初开完董事会回到办公室，手机上有一条消息是宋瑶发来的。你猜我今天在哪儿看到陈景深了？哪儿？送外卖，在我们律所楼下。林念初看着这条消息，没什么特别的感觉。他看到我了，叫了我一声宋律师，我没理他。方怡然呢？分了，好像2年前就分了，孩子跟方怡然。陈母呢？听说在老家种地，陈国科还在里面。陈国良判了6年，还有2年。钱德海已经出来了，住在养老院。你没什么想说的？没什么好说的。他关了手机，站到落地窗前，46层的高度。整座城市铺展在脚下，他在这个位置上站了5年了。从当初挺着大肚子来这里比赛，到现在站在这里看城市的天际线。办公桌上摆着3张照片，第一张是出勤5岁生日的全家福，林崇山、林志远、林志芳、林锦宇、顾深、宋瑶和他。出勤坐在林崇山膝盖上，笑得露出2颗缺了的门牙。第二张是母亲的照片，那张年轻女人抱着婴儿的老照片，被他装在了新的相框里。第3张是初见品牌第一件作品破晓戒指的定妆照，银锁片他不戴了，收在家里的保险柜里，翡翠手镯还在手腕上，5年了没摘下来过。门敲了2下，是顾深。散会了。今晚接出勤，他说要吃火锅。行。顾深走到他身边，也看了一眼窗外。你在想什么？没想什么。宋瑶跟你说了陈景琛的事儿。你有感触吗？林念初想了想，没有。真没有？真没有。他转头看着他。5年前在这栋楼的电梯里，你问我一个人来的，那时候我有很多感触，现在没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不需要了。该感触的事儿已经过去了，该做的事儿都做了。他是他，我是我，交集结束了。顾深伸手握了一下他的手。走吧，去接出勤。等一下。怎么了？林念初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盒子，打开，里面是一枚新的戒指，他自己设计的，金属表面有一道裂纹，裂纹里嵌的不是碎钻，也不是金丝，是一块极小极小的翡翠碎片，颜色和他手腕上的手镯一模一样。我给自己做了一件作品。他把戒指戴到右手无名指上。念初系列？顾深问。不是。那叫什么？他看着戒指上那块碧绿的碎片。没有名字。有些东西不需要名字，它就在那里。他拿起包，拉了顾深的手。走吧，出勤等着呢。2个人走出办公室，走进电梯。电梯从46楼开始下降，数字一层一层跳动，46、45、44，和5年前一样的电梯。不一样的是，这一次他不是一个人。出勤7岁那年的秋天，林念初带他去了一趟海城。海城第一医院还在，翻新过了，门口多了一棵梧桐树。他站在医院大门外看了一会儿，出勤在旁边拉他的手。妈妈，你以前在这里出生的吗？对。那你出生的时候谁在？你外婆在。外婆去哪儿了？外婆在天上看着我们。出勤仰头看了看天，然后用力挥了挥手。外婆好！林念初蹲下来，把女儿抱住了。风从梧桐树上吹下来几片叶子，落在他们脚边。走吧。去哪儿？去看一个地方。他们坐车到了海城福利院。福利院比记忆中小了很多，围墙刷了新漆，铁门换了不锈钢的。院长是个50多岁的女人，见到林念初就认出来了。你是念初？天哪，你长这么大了！李院长，你这些年捐了好多钱给我们，我一直想当面谢谢你。不用谢。林念初看着院子里的孩子们在滑梯上跑来跑去，在沙坑里挖洞，
在墙根下蹲着看蚂蚁，就像他小时候一样。我想看看我以前住的房间，在3楼最里面那间。他牵着出勤上了3楼，房间还在，但里面住的早换了别的孩子。上下铺的铁架床、小方桌、掉漆的窗框。出勤好奇地看着一切。妈妈，你小时候住这里？住了3年。只有你一个人吗？不是，有很多小朋友。那你开不开心？林念初看着窗外的天，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还在，比记忆中更高了。有的时候开心，有的时候不开心。他蹲下来跟出勤平视，但是现在很开心。因为有我吗？因为有你。出勤搂住他的脖子，在他脸上亲了一口。傍晚，他们在海城的海边散步，太阳快落了。林念初站在水边，海水漫过他的脚背。手机响了，是顾深。到海城了？带出勤看了医院和福利院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那就好。明天回来记得带出警要的那个螃蟹冰箱贴。记着呢。念初。回家的路上小心。知道了。他挂了电话，把手机装进口袋。海风吹过来，把头发吹到脸上。他伸手拨开头发，手腕上的翡翠手镯在夕阳里泛着温润的光。右手无名指上那枚自己做的戒指，裂纹里的翡翠碎片在风中闪了一下。出勤在远处喊他：“妈妈，这个贝壳好漂亮，你来看。”林念初向女儿走去，脚印留在沙滩上，被海水一点一点带走。他没有回头看，